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么一项特别来宾，赵一翔议员、陈婉慧委员、蓝轩小姐、许宏庭议员、钟佩君议员、唐成龙先生啊。那《纽约时报》说，拜登其实正在慎重考虑是不是退选啊。但是呢，拜登说，为了证明他自己还可以，所以呢，约谈州长跟议员啊。本来消息出来说是州长要约他。看看呢，这个拜登到底还行不行？但现在说，不然你们约我，我约你们，那你们看看啊，廉颇老矣，上农犯否？那因为辩论被认为是灾难嘛，哦，所以拜登被逼宫。白宫发言人说，拜登绝不会退出总统选战，一定干到底啊。那另外呢，拜登说，没有人能把我踢出去，我还在竞选，我是民主党的提名人，我也没有离开。没有人能把我踢出去，我会坚持到底。那《纽约时报》的民调是说他落后更多了，哦，那可能是选民的呢，拜登落后了6个百分点。那在登记选民呢，拜登落后了8个百分点。哦，那当然了，因为现在才6月嘛，哦，到11月还有5个月，现在7月，大概7、8、9、10、11 4个多月哈。其实真正关键是在后面的时间了。就看他未来表现怎样了啊？那当然只是因为辩论不好嘛，所以民主党就很急。那3/4的美国选民说呢，把拜登换掉，民主党胜算比较大。是，但是换谁啦？哦，你要换谁？哦，那他的太太吉尔力挺拜登，说不能让90分钟的辩论就定义你这4年，你4年做这么好，对不对？90分钟就把你就说你不行啊？哪有这种事情？哦。那他辩论以后的第2天，去这个 North Carolina 造势，表现非常好，判若2人，哦，所以外面就说是不是读稿啊？哦，那拜登就说没有啊，而且总统看读稿机很正常啊，以前总统也常常干啊，哦，我已经今年接受40个采访了，对不对？都是这样侃侃而谈啊，哦，那他因为他马上要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哦，他说没有事先写脚本啊，没有啊，哦，所以我本来就很棒啊。那天只是因为我这个就绕了世界好几圈，经过了100个时区，所以有时差，所以那天表现是不太好，但是有道理的哦。那幕僚都叫我好好休息在辩论，我没听他们话，哎，现在很后悔，早知道就应该听他们的，休息一下。谁是替代人选？路透社说贺锦丽不行的，贺锦丽还没有拜登好哦。民调说。奥巴马老婆可能是 Michelle 奥巴马，因为我们看美国到底喜欢谁不喜欢谁，只有这个 Michelle 奥巴马喜欢他的 favor 他55%，不 favor 他的只有42%而且呢，他跟拜登做民调，他们比他大赢拜登，跟川普大赢川普，所以只有他，其他不行。但他说他不选了，他说我不要选了那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说这很奇怪拜登的政策大受欢迎，他们去他的政策跟川普的政策，拜登的政策，这个有28个拜登的政策，27个大多数人支持他，24个获得超过50%的支持。那川普的政策呢，这个只有9个政策获得多数支持，超过50%的只有6项，就是说政策来讲，拜登支持率高，但是民调政策是死的嘛。那个人是活的嘛，就变成这样。好，我们先看一下。为了证明自己还行，完全可以继续挑大梁，美国总统拜登3号在白宫会见25名民主党籍州长，试图抚平辩论后的换败声浪。I'm here to tell you today, President Joe Biden is in it to win it, and all of us said we pledged our support to him because the stakes could not be higher. 同一天，拜登还致电给竞选团队，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离开选战。I'm running. I'm the nomin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No one's pushing me out. I'm not leaving. I'm in this race to the end. 白宫也异口同声，再度强调拜登不退选。The president is clear-eyed, and he is staying in the race.
只是白宫护航拜登说他是因为时差和疲劳影响辩论表现。白宫的护航有没有效果？纽约时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辩论后有49%的选民挺川普，比1周前增加3个百分点，让拜登已经落后川普达到6个百分点。另外有74%的选民认为拜登年纪太大，当中有59%是民主党支持者。至于路透社则说，如果拜登退选，第一替代人选恐怕就是副总统贺锦丽。一翔怎么看？拜登确实不年轻了，他这个今年6月就已经对不起，今年11月就即将82岁了，所以他真的不年轻了。做完86岁，如果他做完86岁，所以这个确实美国很多数民众会有疑惑的地方、疑虑的地方，因为过去不但是你看这一次的辩论会啦，其实包括前几次的这个公开场域，包括到欧洲去参加这个2战的这个纪念活动等等，表现都不如许多人的预期。但关键是这样。关键，我认为拜登的去留现在看到还太早。为什么？因为3个关键指标。第一个关键指标就募款，你募款开始下滑的时候，那大家开始紧张。因为我跟大家说，募款不会这么快看到，但因为它募款是每3个月结余一次，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看不到第3季的，只看到第2季。但在第2季的时候，川普已经是首度募款能力超越拜登，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都是拜登钱最多，募款能力最好。结果第2季的时候，川普募款能力已经飙高了。而且他顺利，你知道川普在这3个月有募多少钱吗？募100亿台币，大家没有听错，100亿台币，3个月而已。所以说美国选战真的有够贵哈。但第2个关键指标就民调，你知道看到选后的民调，现在纷纷开始出来。纽约时报是一个偏左偏民主党的一个报纸，结果说这个川普大赢，而且你去看如果他是说用登记选民做个民调的比例来的话，是差8%，是差很多的，49比41嘛。那除此之外，第3个对不起，我再讲一下民调，《华尔街日报》这比较偏共和党这边也做了一个民调，也是一样川普大赢，所以这第2个就是民调的关键现在民调慢慢浮出来之后，会增加对拜登的压力，但第3就是说党内到底支不支持，所以他现在很急急忙忙找了这个州长也好找了不同党内这个人士也好，就是要展现出我们还是站在一起。但是美国众议院已经有3位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出来说，我希望可以换而且《纽约时报》报道还有其他位是先看状况，先看风向，有人愿意站出来，他搞到自己也愿意站出来，所以这个党内的声量慢慢也在改变。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民主党的提名程序上，必须拜登自己退选，才能有新的人取代他。民主党不可能贸然决定说我要提名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提名办法没有办法这样做。就是说，美国的提名办法是每州自己办自己的初选，办完之后去选这个所谓的代表人就党代表送去大会，大约是8月下旬举行，大会的时候投票通过，但是他每一位党代表都必须依循每周的初选结果去做表态嘛，对不对？所以除非那个拜登突然说我不选，他的所有的号召的党代表就可以自由再去投票。那至于投票给谁，如果拜登真的退选，我现在认为说，如果按照现行的状况之下，确实大概是有2-3成的几率是可能会退选。但是如果退选的话，会是谁呢？其实三个人，这个 Michelle Obama 不可能的。Michelle Obama 从2016年对不起，2009年开始这个奥巴马刚当选就一直说他没兴趣参与政治，一直到奥巴马任期结束2016年就说得非常明确我不要讨论我不会参选了，不要讲我。但最有可能当然是贺锦丽嘛。贺锦丽其实理论上他已经准备4年，当时 Biden 给大家的期待也是他是一个交接型的总统，他自己说我是 transitional president 交接型的，我是上一代跟下一代的桥梁，所以贺锦丽当然是一个可能性，但贺锦丽自己民调也不高。因为他在川普任内4年，大家对他印象不够深刻。但第2个可能是谁？加州州长4年，拜登4年。第2个可能性就是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Gavin Newsom 很特别，他其实跟川普是有一个算是亲戚关系，就是他的前妻是这个川普的这叫媳妇这川普大儿子的太太是这 Gavin Newsom 前妻，这样其实是同一圈子的但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加州加州在美国政坛上是偏左，所以他是不是有代表性，这个有待厘清。那第3个可能就是密西根的州长 Gretchen Whitmer。Gretchen 呢，他其实很特别，因为密西根是摇摆州这民主党、共和党都很强。他上次选举赢了11%，所以他证明说他摇摆州能胜出。所以这3个可能性会不会浮出台面来？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观察2-3个礼拜，看民调募款的状况会不会有所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我相信这个汰换这样子这个拜登的这声浪会持续的加强。好吧，另外一个案子蛮重要的，有川普呢不是跟那个色情女子的脱衣舞拿色情女子的分口费嘛？那本来7月11号要宣判的，因为大法官做的决定说总统对于公务有豁免权，
所以呢，他现在说要延到9月，然后大选前48天才宣判哦。那这个到底对川普好还是不好？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这个打算全面开征关税，所以呢，全球可能有贸易战，股市暂时都受会影响。不是只有你会加人家关税，人家会报复，会加你关税啊。哦，所以美债的交易员现在心里很恐慌哦，因为现在原来觉得川普不可能返回白宫，现在觉得几率升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说他有办法迅速终结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说：“你现在就说来听听看，不要等到这个选后再讲。你现在讲，你有什么这个简单妙计讲啊？”来，香龙。川普的方法很简单，川普只要不支持乌克兰，把一些军援啊等等的都停掉了之后，加上他跟北约的关系一定是很紧张的，那这个战争自然无以为继。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拜登的家人反对是可以理解的。拜登如果这个时候他宣布退选，那不只是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以他的身体状况来讲，他的家人会知道，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总统的位置，拜登大概就已经走到最后阶段，所以让他有事情做，保持一点的斗性，家人我想是基于关心了。第二个就是说，对拜登来讲，眼前党内的压力是在最高的时候，尤其他们现在2个党呢都还没有开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正式提名，他确实是有机会的。可是如果你算时间，因为美国过去极少碰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呢，其实也大概都会设定在7月、8月左右的时间，距离美国的总统我们的总统大选应都在隔年的1月。所以呢，时间还比较长。美国的总统大选是11月5号，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算120天多一点点而已，4个月够你去操作一个美国这种900多万平方公里、50个州、3亿多人口的这样一个选举嘛？我认为是不够的。所以不管拜登愿不愿意退，要呼吁拜登退，是因为党内因为不是只有总统选举而已，总统选举就算不赢，因为这次参议院的选举，参议院改选33席，33席里面呢有2/3呢是民主党的，是民主党的改选，这些呢民主党的选区压力很大。众议员435席全面改选，众议员的选举向来反映总统的大盘，如果总统选的不好，成比例的众议员大概也不会好。再加上还有州长的部分，州长大概对民主党相对还稍微有利一点，所以这些党内的担心呢是合理的。你现在看到的有关于募款的部分，对了，就是说，川普的第二季是因为川普有一些的因素的影响，就是他的案子。他的司法的案件呢，就激起了党内的同仇敌忾，所以呢，所有的案子定了之后呢，共和党的这些的那些金主们的资金涌现，再加上共和党没有第二个人了，共和党也就是锁定在川普身上，所以共和党的支持者会压在川普身上呢，也合理。现在重点在于说，当川普不下的时候怎么办？川普不下的时候 ，Michelle 之所以一直被点名，虽然他说他不选，可是我认为在看党内的压力，因为Michelle 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除了他的声望一直都维持得不错，第二个呢，他是非洲裔，他如果是他的非洲裔的背景，使得今天如果要用他，就算Michelle不选，如果Michelle当副手，用取代贺锦丽的方式，对贺锦丽跟对非洲裔的选票是不会有影响的。相反的呢，可能还更有利一点。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现在的变数是很多，可是我认为拜登除非身体又出了什么很大的状况，否则我不认为他会退。民主党就是选到底，何况现在这次的辩论的时间的设定本来就是民主党盘算，民主党知道他的辩论绝对不会好看，所以提早辩论目的就是要有时间去消化辩论对他的伤害。我不认为民主党一定会输，就看议题的取向。眼前看起来是弱势的，但是还是有机会。不，民主党这样也很奇怪了啊！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拜登这种表现也不是今天才表现，他过去4年经常吐槽嘛，知道他是这样。那你硬提他，99%的党代表的票都是他的，对不对？那你这种辩论完以后，就要力挺他，变得真好，哪有不好？川普变得才烂。
哪一开始就说啊 panic 啦、惊慌啊，那除非你真的有把握，就把它换掉，真的有把它换掉，否则的话不是更糟吗？哦，不，就是我不懂那个民主党这些人到底搞什么鬼？哦，当你变到一半就说糟糕了，他输了。我没有看到是这样的，但怎么样？我们看台湾的辩论，就算讲的再烂，他说我们党赢了，对，没错，都是我们赢了哦，然后说自己输了呢？美国是民主党、共和党基本上比较不会这样哦，民主党比较会这样，传统上休息下再回来。好，在哈萨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再提多极世界啊，就是不是单极啊，不是你美国一国独霸啊，是多极，也不是两极啊，也不是中美啊，多极啊。那外媒很关注 ，CNN 说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的霸权。你看，习近平跟普丁2个月见2次面啊。那另外呢，被视为是制衡北约的力量。但他国家还是少了哈，到现在为止只有9个国家，白俄罗斯要加入也不过是10个哈，所以基本上，而且整个跟北约比起来，我觉得还是差一些了哈。那习近平说支持哈萨克也加入金砖，哈萨克本来就是上合会员，支持他加入金砖。那另外呢，白俄罗斯会正式成为第10个上合组织的会员国啊。习近平、普丁2个月2次会面，说两国要再加强合作哦。习近平说，我们跟老友普丁跟俄罗斯的关系处于最高的水准。那因为这个前一阵子有人说啊，你只要中国打个电话给俄罗斯普丁哦，这俄乌战争就结束了。大陆外交部说，中国跟俄国独立自主，俄罗斯也是独立的，怎么我打个电话给他？他就停止了，怎么可能啊？那是芬兰总统说的了哈。他说俄罗斯现在很依靠中国。那另外，台湾海豹陆战队爆破中队船江裁撤，美国也很担心，说我们会丧失3栖的战力。哦，老兵说有内讧，加急不公。哦，所以台湾海豹呢，本来是很精锐的部队啊，所以里面问题也蛮大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啊，这个爆破中队执行水文侦察，说这样有利2栖登陆作战，哦，说恐怕是自断经脉哈。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哈？来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在2个月内第2度会面，不怕欧美制裁。普京表示，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处于史上最好的时期，为维护2国正当权益、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出努力。两人碰面的场合是正在哈萨克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这个由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哈萨克等国家组成的非西方大型组织，历史超过23年，是对抗西方世界的重要舞台。美国 CNN 报道，由于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白俄罗斯将加入上合组织，代表中俄有意将上合组织从反恐、反极端主义的区域安全定位转型为地缘政治的制衡角色。趁着上合峰会召开，习近平造访中亚国家哈萨克。由于哈萨克是天然气、石油和矿产主要出口国，中国大陆透过“一带一路”深化中亚经贸。那个。对，我们在关心这个上海合作组织会不会可能升级为另外一种北约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当然我觉得还差了一大截了啊。但反过来说，我觉得比较会联动到的，事实上跟我们刚才在讨论的美国总统大选，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啊。因为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混乱状况，不只是民主党内啊，大家非常关心，共和党也在这边等着看笑话啊。所以本来的话呢，像是川普这2天是说要公布副手的人选突然间他不公布了，他说呢，何必那么急呢？我们等着看民主党的毁灭之战啊，等到毁灭完了，自我毁灭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决定是谁。另外，就是盟友非常非常关心这个美国总统到底呢会花落谁家？目前的话呢，拜登可不可能退选？那某个程度，我觉得刚才宜祥讲的一件事情很清楚的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我觉得目前的游戏规则是说呢，如果一旦呢拜登没有主动决定退选的话，没有换登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哦，那否则的话呢，目前看起来的话，真的我觉得民主党内的这个声音压力越来越大了哦，包括几个
跳出来要这个拜登呢退选的这些人，他可能不只是原本传统的。兰州也有是红州，那也有是像缅因州的，他是直接在去年、今年的时候，他们曾经还要求川普因为涉嫌叛国罪，不准在那边参加初选。所以我就说各式各样，不管是过去民主党的领先州，不管是这个共和党领先州，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让他们担心拜登呢不宜再选下去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在于说，拜登自己的决定可能涉及到的是整个的全球，对于这个拜登来说，我相信有更多人担心的是，如果说美国由川普来主政的话，他回到所谓的单极世界，这个单极世界就影响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不管是中国或者俄罗斯，他们接下来的全球布局。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在中东地区的话呢，某个程度来说，它虽然不是说在川普的主导之下退出中东地区，但是某个程度来说，美国退出了中东。接下来的联动效应就是中国进入了中东，所以接下来很多的中东的纷争当中，事实上跟这样的一退一进是有关系的。好，那如果说拜登他退选，或是说他最后败给了川普，那川普他所主导的一个美国，他是要退出所谓的国际舞台的，他是比较是自扫门前雪的，他是一个比较单极主义、锁国主义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所有现在拜登呢正在积极串联的盟友，形成目前看起来的两大阵营的对垒，很可能未来是完全不同的局面。那这个不同的局面当中，到底中国跟俄罗斯是乐见川普当选，还是他不乐见川普当选？我觉得这个当中有非常微妙的一个气氛存在。如果说川普当选的话，你看现在目前中国基本上他就尽量不表态，但是某个程度来说，我认为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正好是展现他不管是透过上海的合作组织，不管是透过一带一路，不管是他跟欧洲之间的彼此之间不脱钩的这样的一个试图的谈判突破突围而出，我觉得都对于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它这样子的一个集团来说是相当程度的有可能是有利可能可以去突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来看，现在的处境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个关键可能不只在于说拜登选不选，而在于说就算拜登继续选，他是不是能够维持目前民主党对他的支持，以及选民对他的支持？到最终，如果说是大家没有办法重新信任拜登，但是继续他坚持选下去的话，那就是川普重新进到白宫，那个问题可能依旧的是非常严峻的。好不好？美国的学者蛮有名的哦，这个葛兰仪跟林碧颖他们在外交事务这个上面发表一篇文章，他说第一个了美国官员应该跟中共官员私下讲，对我们同意赖清德这次的就职演说偏离跟以前的总统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但是你不是光听他讲，你要看他做什么嘛。他嘴巴讲就讲算了，他并没有做啊。这是一个他们的这个重点。第二，两岸应该对话。第三个，应该有一个私下的管道，这个私下非正式的管道，到时候万一要化解什么误会啊、误判啊，是有用的，彼此可以信任。现在也没有正式没管道，私下也没管道。那反正呢，就是说，他们认为说美国必须要强化台湾防卫的韧性了那所以赖清德他不好，我看他这个没有多少天，已经讲了4次5次，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了嘛。我的意思说，你讲一次就好了，每天讲。第一个，你边际效益也降低了；第二个，你明明知道讲的他会生气，你就偏偏要讲不可。那你的目标到底是希望两岸稍微关系好一点，还是希望两岸就要干到底呢？你上面这样闹，到下面包括渔民啊什么，最近其实各种问题都会显现出来了。来，这个黄天怎么看？我觉得确实像刚才大家所提到的，美国总统大选确实会是今年所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变数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CNN 一天到晚在讲，一方面要求拜登退选，一方面又在强调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有可能是中俄在合作。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源自于大家对川普有可能当选的这样的一个焦虑。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的内部再稍微的细腻一点去分析，其实中俄本身自己都有战略的矛盾。中国跟俄罗斯过去它是一个所谓的边境最大，是全世界最大边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的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当初在苏联共产党的时期，其实美国是跟中共合作
一起去对抗苏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上海合作组织里面，美其名虽然讲说双方要合作，可是其实你看里面几个国家的会员国，特别是包括几个斯坦国，像哈萨克斯坦啊、吉尔吉斯这几个国家，其实他们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某些程度上都还有一些战略摇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一次他要把白俄罗斯也拉进来，我觉得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中俄的合作真的有大家所想象的这么密切吗？还是因为源自于大家对川普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当选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然后让大家觉得说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敌意升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坦白讲，过去在川普时代，确实就如蓝雪所提到的，中共是喜欢川普当选的，因为在川普当选的任内，在联合国的50几个国际组织里面，中共都拿到了主席，因为单极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法国现在也是很紧张啊，因为法国的这个总理的这样的一个选举也会造成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这更何况还有川普是少数可以在政治跟经济领域上面都引起恐慌的。因为他的莱特海泽是一个关税战的这个大将，30多年前把日本的这个所谓处理日本的这样的用广岛协议处理他的问题，现在又对中共在打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关税贸易战，所以大家对川普可能当选的这样子的一个紧张，意外的升级到就是说，一方面在拜登这次确实他表现不好的这样的状况，希望他退选，但是我认为民主党要赶快去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战略泥沼，如果一直被讨论要不要换将，基本上对选举来讲是完全没有帮助。那另外，对我们自己中华民国，我认为赖清德总统他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战略觉知。当整个世界处在一个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的时候，一味的向前冲，对我们的国家不是好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